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雪，欢迎大家观看这一次的《绵龙黄金箱》的第二集啦。那么我们来想一下上一集故事吧。上一集故事总结就是我们去黄金海岸那边遇到魔羊呢就发现呢岩石旁呢有一个小女孩，这女孩在昏睡那一边，过后呢魔羊就把她救醒了。可是没想到她醒来过后呢，她就很开心的说呢，我遇到了屠龙勇士。事实证明呢，她已经看太多这种勇士的故事太多了，她的脑子里面全部都是屠龙勇士。但是会讲这句话呢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就是呢，他家祖传了一个传说，口口相传，从他的祖母流传到现在。就是说呢，他的祖先曾经干了一件大事儿，然后他的家族都代代相传了一枚金色的龙蛋。但是呢，他必须要阻止这个龙蛋。可是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前期他拼命的想要孵化这个龙蛋，然后后期呢，他就想了，不可以让这个龙蛋孵化出来，因为这是恶龙。可是你竟然知道这是恶龙的蛋，为什么要让它孵化呢？我是说前期的时候。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根据他代代相传的地图找到了那个就是这里高塔这里，然后呢也成功攀爬上去了，然后就发现一堆的黑煤球。然后黑煤球呢就把那个金色的龙蛋呢丢进熔炉里面，然后他们就被赶出来了。然后瑟西就离开了。在这么匆忙的情况下，他拿到了一张秘籍，是秘籍吗？这样的那个秘籍呢，他们必须要凑齐材料来阻止恶龙孵化。然后我们之后就跟着魔羊去到海岸那一边，差不多算是回到最初的地方吧。哪知道呢，有一个小黑煤球呢就躲在魔羊的仪器里面。好像还可以吃油来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吧。接下来是啥？接下来是七七美拉，是这个吗？众人沿着黄金海岸勘探搜寻，渐渐走出荒郊，来到一座黄金小镇。屋檐下挂着玻璃烧制的小黑煤球风铃，商店招牌上绘着圆润可爱的小黑煤球，甚至在面包店的橱窗里也摆着小黑煤球造型的点心。小镇的商店街上竟然到处都是小黑煤球的身影。今日特别款奇奇美拉奶油酥糕，奇奇美拉就是这小黑煤球的名字。都在魔羊肩上的奇奇美拉一见到这么多自己的周边，激动的叫了起来，奇奇美拉是活的奇奇美拉，奇奇美拉回来了。附近的小镇居民簇拥过来，孩子们一见到奇奇美拉，纷纷兴奋的又叫又跳。大家都知道奇奇美拉吗？当然了，因为奇奇美拉是小镇的守护精灵。小姑娘，你们不是本地人吧？这是我们镇上的传说，说来已经是1000年前的故事了。那时永夜的灾难笼罩了尼尼尔，黄金海岸发生了可怕的海啸，整个小镇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原来永夜的灾难不只发生在信科，尼尼尔也有。就在世界一片漆黑，海浪汹涌来袭的时候，像精灵一样的奇奇美拉们出现了。他们围绕着孩子们飞舞，用温暖的绒毛磨成孩子的脸颊。他们守护着孩子们进入梦乡，惊慌失措的大人们也平静下来，打起精神搭建防线，组织避难。可防线还是冲垮了。就在海啸最汹涌的时候，有一道金光冲破了黑暗。等大家醒来，海啸已经平息，奇奇美拉们也不见了。打那之后，镇上的人就把奇奇美拉当作守护小镇的精灵了。这么说，这里确实发生过海啸，也确实有奇异的力量平息了海啸。那个金光不会是龙吧？龙？尼尼尔从来没有龙，我们尼尼尔有的是美丽的设计和精巧的工艺，哪里会有可怕的龙？听到居民们讨论可怕的龙，原本坐在魔羊肩头的小奇奇美拉气鼓鼓地跳了起来，冲着说话的人不满地叫了几声。所以它叫奇奇美拉，不是小黑煤球。
不过我觉得小黑米酒更适合他嘞。至于是不是龙嘛，我觉得龙的可能性也是挺大的嘛。根据蝶发的那个视频里面来看呢总之就是龙套，它就是在那个海边，所以可能性也是挺高的嘛。虽然这个只是我的猜测啊。那么接下来，突然小奇奇美拉激动的两声从模样尖头弹射出去，飞向街角的一家小店。那是一家有些年头的小杂货店，雕花的木质橱柜上淋着一层温润的包浆，橱窗里陈列着各式手工制品。小奇奇美拉正隔着玻璃正警醒地贴着一个奇奇美拉布偶。有鸟儿飞进来了吗？哦，不是奇奇美拉。哎呀，原来还有活的奇奇美拉。店主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她打开玻璃帐，将玩偶取出来。小奇奇美拉立刻扑上去抱住她，再也不肯放手。老奶奶，这只布偶一定是你很珍视的东西吧？是啊，这可是我们家的传家之宝，是永夜的时候就流传下来的。永夜居然能保存这么久？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们代代相传啊，这是被千年前最强大的炼金术祝福过的玩偶。那您的祖先有没有听说过关于龙的传说？听到龙这个词，老奶奶没有像郑明那样摇头，而是眯起眼睛陷入了回忆。虽然镇上大多数人都嗤之以鼻，但我一直都相信龙的存在。永夜时，大海啸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也包括我祖先的父母。镇子里组织避难，他孤零零一个小姑娘，什么都不懂，又害怕，只能不停地哭。是一个女孩子牵着她的手，鼓励她继续向前走，带着她加入撤离的队伍。那女孩把这个奇奇美拉的玩偶送给她，还给她讲述了一个关于龙的童话。灾难一定会过去的，会有一条强大美丽的龙来守护这个国家。那您的祖先后来看见龙了吗？不，没有人见过龙，但龙的传说和奇奇美拉的玩偶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小奇奇美拉的圆眼睛里支起亮晶晶的泪光，她飞到店主奶奶的肩头，轻盈地蹭蹭她。后来灾难过去，重建城镇的时候，那个女孩在镇上种下了好多铁线莲，汇成了一片美丽的花海。那再后来呢？再后来啊，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每年铁线莲盛开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她的名字。店主奶奶说着，将家传的奇奇美拉玩偶翻了过来，在玩偶的背面，明明针脚十分整齐，绣出来的精致花纹却组成了一个歪歪扭扭的俗名——赫雷米。抱歉啊，各位，我真的是不会做老人和男人的声音啊哈哈。但是呢，他们家也是挺厉害的吧，代代相传这个故事。不知道他祖先有没有写成一本书？如果写成一本书的话，倒不至于流传的太惨，也不用像那个谁来着，多罗西是吧？代代口传，口传到好像漏了好多个东西。那么接下来，既然森林这么高，我们就去看森林的吧。暖暖、小雪，你们也要去森林吗？太好了，有同伴一起冒险，感觉更安心。我听说森林深处有一片铁线莲，正好是我们需要的材料。不过要到那里，需要穿过一个废弃的辉月教堂。辉月教，我记得它和信鸽的辉光教有渊源。你很了解吗，暖暖？辉月教是信鸽辉光教在尼尼尔的分支，两者虽然都是信仰光，但辉月教更强调对月光和月亮的信仰。不过那个不重要。听说那座辉月教堂最近在闹鬼呢，
每当月亮升起，教堂深处就会传来悠悠的女声，在夜色中凄人的叹息。年轻人要和我这老太婆同路吗？幽灵出现了！众人定睛一看，是一位拄着拐杖、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这么偏僻的森林里，怎么会有老奶奶？面对大喵的大惊小怪，老奶奶只是伸出手抚平她炸起的毛。大喵感受到老奶奶掌心的温热，这才安静下来，蹭了蹭她的手心。人活得久还是有好处，我还是第一回见到会说话的猫呢。我就住在黄金海岸边上的小镇，这条路是通往废弃教堂的必经之路。森林里岔路多，你们要是没有人引路，肯定会迷路的。老奶奶，你也要去废弃教堂吗？我要去给圣女大人献花。关于这位圣女大人的故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喽，只有我们这些本地居民还一代又一代的纪念着她。教堂里还有圣女的传说故事，我要听。奶奶，你能和我们说说那位圣女的事吗？这就没了。好吧，接下来应该就是说那个圣女的故事，该不会就是那个赫雷米吧？还是德拉威尔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尼尼尔还没有女王，国家是由西西雅学会和辉光教会两派势力主导的。但从某一年开始，西西雅学会里出现了一位天才德拉威尔，他就像是一个奇迹，由炼金术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金属和宝石。那一定很漂亮吧？自然，辉月教会感到了威胁，于是他们筹划了一场阴谋，在德拉威尔的炼金成果展示会上引发了爆炸，甚至炸伤了自己的圣女。这就是疯起来连自己的人都打吗？不付出一些代价，怎么能栽赃给西西雅学会呢？没错，辉月教会把一切罪责推给了德拉威尔，指责他的设计是危险的，炼金术是有害的。当时不少人真的相信了这番话。可就在这个时候，那名圣女自己站了出来，向所有人揭露教会的阴谋，证明了德拉威尔的清白。人们说，圣女勇敢的灵魂至今还守护着这里呢。难道教堂的幽灵就是圣女？说话间，众人已经来到了废弃教堂的门前。这里的门墙清绯，倾颓。这里的门墙倾颓，树影幽深，不时有凄厉的哮鸣声响起。好冷啊！这里真的没有幽灵吗？老奶奶的。身后空荡荡，只有一阵寒风吹过，惨白的月光透过树影的细缝洒落在荒凉的废墟上，像是一张张惨白扭曲的面孔。教堂深处断断续续地响起了一道悠悠女声：谎言将会遭到惩罚，可怕的爆炸，辉月教会。哇，这什么呀？那就是那个圣女吧？那个圣女就是赫雷米，应该是吧？接下来继续。这里真的有鬼！哪呢？幽灵在哪？奇迹大陆灵异童话第一人的名号我来喽！都说了不要因为这种事兴奋呢。小雪，你听，声音好像是从西边的墙角传来的。
阴暗的角落里，一个小小的金属盒反射出冷白的月光，悠悠的女声也随之传出。然而当月光被云烟遮挡时，那女声立刻变得断断续续，奇声怪调。看来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发声装置，只要被月光照到，便会播放录制好的声音。金属盒被繁茂的带刺藤蔓缠绕遮蔽，使得声音无法完整的播放，也令众人无法轻易取出金属盒。你们看，这里还有宝物，那是一枚锋利的宝剑，它打造得相当精美考究，剑身还镶嵌着宝石。奶奶，勇者该抽出屠龙宝剑啦！好呀，有了它，应该就能取出金属盒了。没有了藤蔓的遮蔽，发声装置播放的女声渐渐流畅起来。小雪将金属盒拿在手中，好奇地拨弄，不小心碰到了某个机括，咔嗒一声，盒子传来另一个女孩的轻笑，那声音清冽悠扬，像一道流浪的月光，沉静地照在海面上。赫雷米，真亏你能想出这个办法。赫雷米，这个声音提到了赫雷米，真巧。我的祖先也叫赫雷米，就是你那位讲述了屠龙故事的老祖母吗？不是，比他更加古老的祖先。赫雷米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位有名的童话作家，我一直以他为榜样。孩子们，你们在做什么？老奶奶不知何时再度出现在大家身后，她怀抱着一束新鲜盛开的铁线莲，疑惑地看向众人。娘，您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吓死我们了！我去附近采花来献给圣女，那位圣女的名字就来自于铁线莲花，献上铁线莲就是对她最好的纪念。名字来源于铁线莲，那位圣女大人是叫赫雷米吗？对。难得现在还有年轻人知道他的名字。暖暖将发声装置的机括回拨，控诉辉月教会罪行的女子再度回荡在教堂废墟内。老奶奶立刻睁大了眼睛。我每年都来献花，这是第一次听清她的声音。是啊，传说中圣女大人就是这样泄露辉月教会的阴谋的。果然，末日之后，我就感觉到海风吹来不寻常的气息，一定是圣女大人也为我们开心，所以想回来看看她曾经守护的地方吧。对了，我们还找到了一柄宝剑。老奶奶仔细端详着暖暖手中的金属盒和宝剑，良久，她才感慨万千的点头。这么精巧的手艺，只有当年德拉威尔引领的那个辉煌的炼金时代才做得出来，说不定就是德拉威尔亲手做的。辉月教堂里怎么会有西西要学会的东西呢？我知道了，千百年前那场拆穿教会阴谋的行动，就是赫雷米和德拉威尔联手策划的。难道说，向来水火不容的辉月圣女和学院女神，私底下却是惺惺相惜的好友？我喜欢这个故事的走向。不愧是托罗西，这么喜欢看故事。所以你家族到底有多少个这么牛逼的大佬在里面啊？应该只有一个。而你嘛，看来是干不了大事。目前来看是干不了大事。那么终于来到最后一个，学会了。来吧，暖暖、小雪，你们果然来了。炼金术曾经在西西亚学会发扬光大，来这里找材料肯定没错。圣西很了解炼金术呢。那当然，我的祖先伟大的魔女圣西一世就生活在炼金术最辉煌的时代。我的家族笔记里记载了很多炼金术的理论和实验方案呢。只可惜后来炼金术渐渐没落，现在大概也只有西西亚学会的旧址才能寻找到那个辉煌时代的遗迹了。说起来，西西亚学会的旧址为什么会在黄金海岸附近，而不是在西西亚？是这样啦，当年这里可是尼尼尔的都城，中央城哦。
西西亚学会作为国家的核心机构，当然要建在中央城啦。后来学会改革，开始大规模招收平民学会，改名叫西西亚学会后，就搬到尼尔西部去了，也就是现在的样子。如今的学会旧址已被改建为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这里场馆里格外热闹。大厅中央正挂着一块炼金术体验日的招牌，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最近的炼金反而很活跃，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到古老炼金术的神奇之处哦。炼金术体验区里摆了许多黄铜钢锅，供游客们亲手操作。熙攘的人群中有2个熟悉的小身影。弟弟，这些材料到底是会变成什么呀？我猜会变成彩虹色的宝石，或者会飞的小星星。姐姐，炼金术的元素转换是有原理的。根据我的观察，这些金属元素在重新排列组合后，会变成树下、微动。你们也来参加炼金术体验活动吗？暖暖姐姐，我们来看神奇的炼金术表演了啦！准确的说，我们是来学习古代炼金术的操作原理。那你们尝试了吗？我试了好几次，但是都没成功。炼金术需要精确的配比和步骤，随意尝试是很难得到什么成品的。如叶维东所说，大多数的游客只是简单的把炼金材料丢进干锅搅拌，制作出一些黑漆漆的混合物。专业的事还是让专业的人来吧。设计走上实验台，找到一架闲置的干锅，仔细地观察摆在操作台上的炼金材料。不同的元素需要不同的火候，绝对不能一起投进干锅。还有元素的配比，毫厘之差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设计仔细地调配元素的比例，依次将它们投入干锅，小心地控制火候。干锅中的矿石开始发生奇妙的变化，粗糙暗沉的原矿逐渐融化成清亮的浆液，最终凝固成一块色泽艳丽的金属。瑟西姐姐，你好厉害啊！难道模拟更容易掌握炼金术？也有说法这2种技术是同源的。嘿嘿，其实我也只是略知一二，可能是因为家族的传承的关系吧。明明就是很得意嘛。暖暖，你看那里，在热闹的人群外围，一位皮肤苍白的青年站在僻静的扶梯上，注视着瑟西手中的金属块上。沉幽的双目中有一瞬间闪过狂热的光芒。他穿的和菲德尔差不多的制服。对了，是莉莉丝身边的那位。哦，那是科技部长克莱伦斯先生，也是女王指派的活动负责人。不过部长平时忙于研究古老的炼金文献，很少出现这种热闹的场合。克莱伦斯似乎是注意到了众人的目光，有些不自在地移开了视线，转身快步走开了。克莱伦斯，我知道哦，女王信任的科技部长，其实是个狂热的炼金术士。听说他曾经找过好几个炼金家族，想要查阅他们保存的手稿，但都被拒绝了。毕竟那些资料都是秘传的，不能随便给外人看。克莱伦斯是这里的负责人，有权限接触西西尔学会的资料。他本人又研究炼金文献，说不定能帮我们解读 X 龙秘方。工作人员说他最喜欢一个人埋首研究古老的资料。我们去档案馆找找他吧。那我们现在就去档案馆。众人在档案馆一个偏不尘埃的偏僻角落里发现了克莱伦斯的身影。我的时间非常宝贵，不能陪你们研究那些拙劣稚嫩的把戏。克莱伦斯埋首于手中的卷宗，侧过身要从众人身旁离开。不知为什么，暖暖觉得眼前的人费力表现出高高在上的态度，只是在以一种生硬笨拙的方式回避与人接触。但设计直接举起 X 龙秘方的产业拦在了他的面前。这可不是什么劣质的把戏，这是一个古老的真正的炼金术秘方。克莱伦斯避之不及，无意中抬手看到瑟西手中的炼金秘方，几乎立刻愣在了原地。
你们是从哪里得到了这个秘方的？不可能，不可能，这竟然是真实存在的。克莱伦斯的声音颤抖着，他竟然激动地伸出手去，射击警惕地闪开，将秘方牢牢地藏在了身后。克莱伦斯先生，你认识这个配方？认识，我研究它整整5年了，但从来没有人见过完整的版本。你们是从哪里找到的？这个嘛，我们也想知道这个配方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好吧，你们跟我来。博物馆最核心的展厅里陈列着无数精美的金属与宝石制物，它们闪烁着独特的光泽，宛如无形的能量在其中流转。你们手中的配方不是普通的炼金术，这样的元素组合我只在一个人的研究中见过，也只有一个人敢如此大胆地使用这些元素。他曾经引领炼金时代的辉煌，至今仍是无人能够超越的巅峰。她是尼尼尔千百年难遇的天才，是西西亚学会最知名的学院女神。克莱伦斯说到激动之处，抬臂一挥，指向背正中央的巨幅画像，就是她，炼金史上最熠熠生辉的瑰宝德拉威尔。画像中，一位金色长发的女子正沉浸在炼金实验之中。她高高举起手中的烧杯，杯中流畅着璀璨的光芒，将她的眼眸点亮得熠熠生辉。这里所有的展品都出自于德拉威尔之手，从早期到晚期都是我亲自收藏。当他本人在最辉煌的时候神秘失踪，他的炼金秘方深邃的智慧陆续失传，包括他生前最重要的研究。克莱伦斯停住脚步，幽深的眼眸盯住瑟西手中的残叶，几乎没有血色的薄唇冷冷地突出几个陌生的字眼：宝物龙计划。啊，那什么宝物龙计划？所以那个 X 的意思就是宝物的宝吗？哎，而且他找了这么久，他竟然没有发现在不远处有一个高塔，里面是他的研究室吗？诶，他不知道他的研究室在哪儿吗？而且他还真是他的粉丝，是个狂迷呀。不过呢，这应该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剧情这么迅速。怎么说呢？就是呢，平时呢，如果要找一个人帮忙呢，总是要费尽口舌，而这一次呢，竟然是直接把答案放在他面前，直接给他看。我就是要跟你讲这个东西，你不可以诬陷我，我就是要给看，这就是你疯狂迷恋的东西。好直接的那一种感觉，就好像爹说的，直接收80抽。我要讲什么继续。见众人对宝长龙计划一无所知，克莱伦斯露出了一抹略带优越感的微笑。也难怪，普通人怎么可能了解德拉威尔最伟大的研究？克莱伦斯引领众人来到更深处的档案室，那里有数台保护严密的书架，储存着德拉威尔留在西西亚学会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手札。克莱伦斯戴上手套，从中抽出一本厚厚的论文展示给众人，标题是《论炼金术中生命元素的转换可能性》。翻开其中一页，众人惊讶地发现，论文中的配图上赫然画在高塔中见过的小黑煤球。原来这些小黑煤球叫做奇奇梅拉，是德拉威尔通过炼金术从煤炭中炼制的生物。炼金术竟然还能炼制生物来？这么说，那建高塔是德拉威尔的炼金工法，那些奇奇梅拉的主人也正是德拉威尔。原来奇奇梅拉的主人不是恶龙啊，那为什么他们抢着我们的龙蛋？短短将论文翻到末尾，那里还有几页草稿，画的是一种身披鳞甲、背负长翼、尾尖如钩、威风凛凛的强大生物。这是龙，我在北地的传说里听过，是与自然神一样古老的生物，危险又强大，谁也没见过。你们知道龙，那就更好理解了。克莱伦斯从草稿中抽出一页，将上面所写的宝藏龙计划标题指给众人看。这就是德拉威尔生前秘密进行的研究项目，他想要通过炼金术创造出一条龙。创造龙？所以那个配方是炼龙秘方。可是为什么要创造这么危险的古老生物？
这正是问题所在。西西亚学会的档案中只留下了这个代号和一些基础设计图。我一直渴望能更深入地了解这项研究，没想到它的配方竟然会在你们的手中重见天日。我要和你们一起调查它，你们一定会需要我的帮助的。克莱伦斯目光灼灼地逼视着众人，满怀苛求的目光一刻也没有从那页宝长龙计划的炼金配方上移开。刚刚不还说自己的时间宝贵的很吗？这家伙看起来有点危险，还是不要让他参与吧。得想个办法说服他不跟过来。那这样的社恐呢，就去当科技部长，一定很依赖莉莉丝的信任。不愧是小雪，我知道该怎么说了。克莱伦斯阁下，现在黄金海岸能量波动频繁，掌管的炼金法令也异常活跃。如果你离开期间这里出了事，女王一定会生气追责的吧？女王，没错，女王非常关注黄金海岸的情况，绝不能出差错。女王可是我现在最珍贵的。克莱伦斯心有不甘的作罢，他的目光始终恋恋不舍地流连在秘方上。随后，他古怪一笑，提出了新的建议。德劳威尔所做研究的玄妙之处，任何语言都难以描述。你们不妨亲自操作一番，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他的伟大构想。呀，原来如此啊！那么这一集也就此结束了，也看了海湾、森林还有学会，还蛮多集了。所以这一集到底多长呢？啊，谢谢你啊，2号。哪有剑啊？那有勺子啊？这个倒是像龙的双翼，然后这个像龙头吗？看不懂啊。然后这个形状好像是，你们觉得这形状像什么啊？我觉得有点像 X， 某个意义上，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像什么。那么下一集炼金，下一集就轮到炼金了，应该不会这一集就结束的，毕竟这个可是特别的闪。感觉呢，我的脑袋里面突然间很多的情报啊，怎么回事？一方面呢是圣女跟德拉威尔的密谋，就是密谋，发生大事件。哎呀，总之呢，在以前还没有女王的时代也是挺复杂的。那不然就是呢，那个废弃的辉月教会里面有一个奇葩的盒子啊，你退出了，没事，反正呢我也要结束了。那么呢，这一次的活动故事就此结束啦。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在下方留言、按赞、分享出去，还有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和打开我新的小铃铛哦。那我们下集里面见，拜拜。